走，小大。首先，非常感谢您今天点开我的影片。今天原计划是去北京桥办点事儿，虽然今天风真的是特别大，但我们决定还是选择低碳出行吧，同时也是能为了锻炼锻炼身体。虽然看天气预报上显示今天阵风可达到7、8级，但是我感觉路上的行人跟游客也不是特别少，大家还是挺热衷于享受大自然的。就算有点风，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其实这几天在户外骑行的时候，风景还是挺漂亮的。就比如像是护城河边的这些树，都开花发芽，而且这些粉色的花，我也不知道是梅花还是樱花是什么，确实是挺漂亮的。而且还有好多行人在录像啊、照相。但是今天这个风，我估计已经把大部分的花瓣都吹掉了，可能至少得吹掉个30-40%吧，少一半，要不然风景真的是还挺美的。就比如雍和宫桥，还有雍和宫这附近，其实一年四季人都挺多的，尤其别赶上初一、15，基本就是汽车都不让走，只有非机动车，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都会管制。总体来说，大家还是挺热爱在外边闲逛的，我觉得。其实作为从小在这边生长起来的孩子来说，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可能10几20年前雍和宫这块是什么样了。虽然现在的马路也挺窄的，也没有说有什么特现代化的感觉，但总感觉跟小时候相距的差距还是挺多的。就至少像这些门脸儿，以前好像都挺烂的，确实没有现在的先好。那感觉就好像好多身边的东西都变得特别现代化了，但感觉使用起来或者说观看起来的那种感觉，并没有以前破烂的时候那种用起来更舒服，或者说是看起来更好。其实，在疫情过去之后，这些年自行车变成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交通工具，不光是可以代步，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方便、更快捷。而且有的时候还可以帮我们载物，带一些东西，比如去买菜啊，或者路过骑车的时候看见什么好的东西想买回来，我觉得都挺方便的。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完全不追求速度或者说是竞技的选手来说的话，基本就是拿骑车当遛弯了，因为以前特别喜欢遛弯，然后所以一辆不担心丢的车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方面所在吧，就是我们可以随便的骑车到哪儿去，然后扔到哪儿去干别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虽然今天风真的是特别大，但是好在就是因为有大风才能把乌云跟雾霾都吹散，让我们可以享受自由自在的蓝天。蓝天谁不爱啊？要说印象深刻的话，可能对这个安定门外这块地儿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毕竟是眼瞅着它从以前的那个商场，甚至商场之前都没有，然后改成商场，商场又拆了之后改成现在的写字楼，叫什么摩根斯坦利大厦吧。我觉得这一块地儿虽然小时候并不是常来，但不知道为什么却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我一直在这边生活，还有上学都在这块地儿，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肯定都会有同感吧。就对于自己生活的童年，自己成长的地方吧，无论它其实好与不好，或者说是无论拿经济来衡量，或者说是市容市貌任何方面，
其实我觉得都抛开这些东西了，就是总会对它有一份独有的感情，无论它发展成什么样，或者说是变化成什么样。我觉得每次一回到这块地儿，或者一走过这几条小时候上学可能骑车最常走的这几条路吧，总感觉自己可能也回到了小时候吧，可能是10来岁的那个感觉，总感觉特别亲切，虽然也已经特别陌生了。就包括我骑的这辆自行车，也是我上学当时丢的一辆自行车。当时在上学那个年代，谁家不丢过这辆自行车，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说做视频的初衷，可能第一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吧，希望能坚持下去，也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点赞和订阅。其实作为80后来说，这些年，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巨变吧，大家应该感触都挺深刻的。其实能聊的话题还是很多的。如果您有什么想聊的或者想沟通的，都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尽可能的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并且我也很乐于吸收不同的经验，或者说大家共同探讨吧，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或许说可以大家共同的切磋，分享交流生活的经验心得，大家有羊毛一起薅，争取在野蛮生长的同时，也能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愉悦的身心吧。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加油！行，非常感谢能坚持看到最后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咱们下期见。那不要这绿的吧？对，就来点这绿的吧，咱。